思琪，你永远都是我妹妹，你明白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不要说这样的话，我不要。只是可惜，沦为爱的痕迹。注意避避风头，以后再也别联系了。易总，你私会我的员工，你就是让他偷走我们公司设计图的幕后主谋吧？什么偷图啊？哎，偷情不行啊！哎呀，易总，现在偷情都这么光明磊落了，佩服，佩服。小杨，如果我把你跟易总的事情告诉易夫人，知道得罪孟家是什么后果吗？陆总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那得看易总是什么态度了。易总，我们两个做个交易吧。你答应我，从今往后不再为难易敏德一家人，我就不拿你收买小杨的事情为难你。我们录个口头保证，就算成交了。易总，这钱我不要了，你让陆总放过我吧。陆总，我其实当时还是很犹豫的，我原本不想这么做。如果不是当时杨幂提醒我，我不管当时，我只管现在。如果易总不答应，小杨，只要你答应做我的人证，我依然放过你。陆晨阳，我答应你。我易敏才保证，不再找易敏德一家的茬。不然呢？你有的是办法说说，还要什么不然啊？陆总，我现在就辞职，保证以后再也不说不然的坏话。您别追究我，我其实是想和男朋友结婚，但男友能力一般，家里一直反对。我想抓住爱情，才铤而走险，拿这笔钱。爱情很重要，但你让不染和我之间有了误会，这怎么算？对不起，陆总，我祝福您和不染甜甜蜜蜜，百年好合。您就饶我一次吧。他说到我心坎了，你来决定吧。小杨，收回你的祝福，走吧。不是，人家祝福挺好的，干嘛要收回啊？真有你的，我只是怀疑小杨，你就特意找到他跟到这儿？你要是想要表达感谢，你就直接说。我是为了让你尽快洗清出卖公司的嫌疑。我的嫌疑是洗清了，但是公司的做法让对陆总掏心掏肺的设计师寒心了。不是，车在那边。谁要坐你车啊？哎呀，还生气呢？姚蜜的做法确实让你难堪了，我替她跟你道歉。他的行为用不着你来道歉，我就想知道，他做第二套方案是你授意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陈曼妮也不是了。这还用说啊？我早就跟姚蜜说了，终止跟陈曼妮的合作了。倒也不用，毕竟竞标上的设计图是他画的。那也是在你的基础上做的调整。要不是你前期熬夜爆肝，后期他们怎么可能那么快画出那么复杂的设计图？还生气吗？生气算不上，就是心里多少有点不得劲儿。商业竞争不是儿戏，姚蜜为了公司考虑，我可以理解，毕竟我的身份特殊嘛。你不要顾虑你的身份，你是什么身份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，我只在意你是你。如果你心里还是不舒服的话，我带你去一个我平时放松解压的地方。如果是唱歌、洗脚、按摩，那我就不去了，俗。不然，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个形象。
走吧，特别好玩。走了。这都25块钱一个网。好嘞。Hello。小孩玩的玩意儿，你也好意思带我来？怎么觉得丢人啊？感情你带我来这儿就是为了磨砺我的内心啊？你要是觉得用了陈曼妮的设计心有芥蒂，那就应该磨练磨练自己强大的内心。我给你展现一下我的绝活。怎么样？别在意别人怎么看，专心捞鱼。小朋友，我们俩比赛。我又捞到了。有你在我身边啊，我觉得我今天运气都变好了。哎，这，你这一碰我的网都破了，咱俩八字不合。哎，是。换一个。怎么样？我们两个配合，那就是如虎添翼。这边。再来一条。哎，你放开吧，我自己玩。你今天受的委屈最大，所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真的没有怀疑过我吗？没有。我们说过要相信彼此。事情发生后，我唯一担心一件事，就是你不理我，所以我才跑去你家找你爸妈搬救兵。那你的救兵也不太靠谱，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打过一个电话为你说好。那是因为他们信任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臭美。那这样，我们比比，看谁今天捞的鱼多。你如果比我多的话，骨相改建，我让你跟项目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内心够不够强大。忘了告诉你，为了赚出国留学的学费，我之前摆过捞鱼摊儿。厉害啊！好想要带你一起去城堡，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邀，没有其他打扰，心动持续每一秒，就让城堡被爱围绕。儿子，干什么呢？泡妞泡妞，你就知道泡妞，你干点正事儿。妈已经跟我说了，你们已经复职，但奶奶是因为幼师给品上无人可用，才给你们机会的。爸，你要好好努力。嘿，臭小子，你叫上你爸是吧？我用你教吗？你爸我啊，现在只管内务，是没法跟那个陆岑阳直接过梢，所以爸得借你的拳头。可我要追姚乐飞啊，没时间做你拳头。追谁不好，非追那个呀？陆岑阳的秘书。不过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有陆岑阳拦着，你就没有可乘之机啊？所以你得给陆岑阳找点麻烦，让他无暇分身。爸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呢，看过品上的方案了，他们要求古巷修旧如旧，居民们早就住厌了那些破房子了，他们想趁这个机会盖小楼呢。咱们呢，就煽动他们的情绪，让他们去抗议。那陆岑阳
还敢跟他们抢势不成？收买几个居民倒不难，可是我现在没钱了呀。我有，我给你。本来让你好好休息几天，你非要跟来。王阿姨请我吃饭，你倒是不客气。你先往拖油瓶啊。这里面备了解酒药，保温杯里装了蜂蜜水吧？你是猜到我要来干嘛，才特意跟来的？你上班的时候出马，肯定是古巷改建上出了问题。王阿姨做东请吃饭，那肯定是要跟居民谈判，少不得要喝酒的。你能猜到这么多，就值得带上你。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对我们主张用老旧材料保留古巷的文化古韵，有些居民有不同意见，就一起吃顿饭，跟居民们阐述一下我们的设计主张，让大家拉近一下彼此的感情。果然不是一顿轻松的饭。下次再有这种饭局，记得带上我，否则就是拿我当外人。不拿你当外人。这样，我负责喝酒，你负责开车送我回家。要记住，滴酒不沾。嗯。他们不像是能轻易拉近感情的脸色。没事儿，万一吵架，我有斗鸡女孩。一会儿喝醉了，你自己回去。我给各位哥哥倒酒。哎，陆总，我们这些人啊，在这巷子里头住了有些年头了。说实话，早就看腻了这些破屋烂瓦的房子了。这巷子改建，说白了就是为了我们这些人服务的。是，哎，你想这巷子里头留下来的这壮年，大多都还没结婚呢。还没呢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这女的嫌我们穷，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，这一嫁过来就得吃苦。这好歹来机会了，所以说这建材方面，我们必须要去用新型的，啊，还得是环保的材料。哎，对，陆总是这样，我们呢也没想那么麻烦，就是想像电视里那样，就是高级一点，敞亮一点，好看一点，这样的房子就够了。就是别花那么多钱了，又是人力物力的，到时候整个老底子那就没意思了，对吧？陆总，你也不想看我们几个都一辈子单身吧？哎，就是啊。哎，我没恶意，知道你时常来扎针，想陪着你。我是认真要追你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不过就是在酒吧帮你解围而已，你就爱上我了？太荒谬了！从来只有我替女人出面，第一次有女的替我出面。不喜欢你喜欢谁啊？喜欢是双向的，而我对你厌恶至极。哎，你不就是陆强的秘书吗？门派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？大不了从品上辞职，我养你啊。你要工作的话，我们可以开夫妻店。这么舍不得品上，你是不是喜欢陆强阳？闭嘴！要喜欢陆强阳，我劝你还是别想了，他是不会和我姐分手的。你想想，他不仅当众宣布了不染是他女朋友，甚至在知道他是一家人的情况下还喜欢他，连品上都不管不顾的。你呢？这么多年他都没能看上你，说到底你就只是一个秘书而已。来，陆总大家都认识，这边这位是给我家翻修房子的设计师不染，看看我家的房子设计得多漂亮啊！现在儿子一家回来的也多了，你们这些人多听听高手的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随便说。哥哥们结不了婚，只是因为房子不好吗？在我看来啊，有2个问题需要解决。第一是收入，只要增加了巷子的旅游吸引力，那收入自然就增加了呀。第二是思想，你们天天被这么美的环境培养着品味，那保持住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被轻易带跑偏了。我的手机里有一些类似的案例，大家可以看看效果。
实际出来的效果非常漂亮的。来，村长您看看。这个还可以啊。这个，哎，对对，这个这样，哎，你看这不错，这也挺好看。喂，姚蜜，什么事儿？哥，我是思琪。你等我马上过去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我突然有点急事儿，我们得先回去了。陆总，你这电话来的也太巧了吧？不会是不想和我们一块儿喝吧？不是，陆总，王阿姨酒菜都准备好了，你这现在撇下我们，这瞧不起我们呢？哎，几位哥哥，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留下来。陆总在这儿只会影响我的发挥。你们几个说什么呢？岑阳是自己人，他一定是有要紧事才不得已。布小姐能陪我们吃饭，就代表陆总，啊。是。陆总，你有事就赶紧去吧，啊。村长，不染不胜酒力，我希望您。你放心，大家心里有数，图个高兴，别担心啊。你别逞强，我去就回。王阿姨，别让不染喝酒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最爱啰嗦的老板走了，我们不得鼓掌欢送一下？我们接着聊，刚刚说到哪儿了？我怎么又是？哎！你再敢招惹他，你信不信我折断你的胳膊？陆岑阳，你有气急败坏的一天，没看四周都是监控。跟你说不通，得用你习惯的方式来解决。你管得真宽，怎么，坚持给秘书当护花使者吗？不然知道你这么不爱吗？我就是看上姚乐飞了，想追他，你敢动手？等着明天一举上头条，我还能趁此机会在大众面前高调示爱。我要再好。易子鹤，我不仅是陆总的秘书，我还是他的妹妹，陆思琪。你糊弄谁呢？原本我只是失忆，哥哥让我用姚乐飞的身份伪装自己。今天在你的刺激之下，我陆思琪带着对易家的恨意回来了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如假包换的陆思琪本人。你可以回去给你奶奶汇报去了。你要是再敢招惹我妹妹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以为我会怕你？你打不过我哥的。你现在清楚了我的身份，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两个没有可能。上一辈的恩怨是上一辈的事。他陆岑阳能和不染交往，我为什么不能和你交往？因为我喜欢我哥，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，在我失忆之前我就已经喜欢他了。你看，这是我大哥之前对我不好，我一气之下自己划的，我只会为他这么做，你没有机会。怎么可能？当我3岁小孩呢？陆岑阳，你喜欢的人不是不染吗？你先给我说呀，你喜欢的人是不是不染？思琪跟不染都不是你能招惹的人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离他们越远越好。想不到陆岑阳也有含糊其辞的一天。你要是今天能在这儿说你心里只有陆思琪，我保证不再纠缠。你倒是说呀！喂，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不染被居民灌酒了，我得去一趟。我陪你一起。
在谷底慢慢跑，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每天没解释，居然都失算了，我只想跑了。你来啦！谢谢王阿姨。没事儿。我信不如命，已经说服了所有居民。王阿姨说你喝多了，我没有，就喝了一点点，不用担心。以后我不在，你不能喝这么多酒，听到没？怪我，本来不染说服居民，我是要给你报个喜的，但我看你因为别的事把他丢下了，心想有什么事儿还要比女朋友更要紧的，就跟你开了个玩笑，说他喝多了，你照顾他，我给你弄点水果去。哎，好，谢谢王阿姨啊。谢谢王阿姨。是我做的不好。走，送你回去。送你回家，我去把车开过来。帮我照顾一下不然。杨幂，你这不也没事儿吗？陆总不过就是陪我扎个针灸，你就火急火燎地把他叫过来。你之前说你不会因为感情耽误工作，看来你做不到。这边。陆总，你真把我当司机吗？坐前面来。杨幂，你今天是特意来接我的吗？那倒不是，陆总在医院接到你的电话，说喝醉了，他说要过来，我担心他，就一起过来了。易子鹤纠缠姚蜜到医院，像只苍蝇一样赶不走，只好我出面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买几瓶防狼喷雾给你，对付易子鹤这种人就得用点狠招才行。不用了，有我哥为我撑腰，他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再来骚扰我了。哥，对不起啊，之前没能告诉你，若非就是思琪。今天我匆匆忙忙赶去医院，是因为思琪的记忆找回来了。所以姚蜜就是你传说中的妹妹陆思琪？怎么，听你的语气，好像并不为我感到高兴。哪有？恭喜你找回了你的记忆。那你现在是姚乐飞还是陆思琪啊？两个人的记忆我都有。我记得我们一起吃早饭，一起对付陈曼妮，一起赢下古巷改建的资格。陆总很信任你，踢掉陈曼妮也要让你负责后续的执行。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说话分心了，没看到前面的车。你刚刚恢复记忆，还需要时间适应，我来开吧。以前都是哥哥开车送我到处跑，正好重温一下。不然你去哪儿？我们送你。
老伙计。你这么晚去老伙计干嘛？秦勋煮了解酒茶等我。用不着他献殷勤，回去我帮你煮。说到献殷勤，陆总也不遑多让啊，老伙计就在前面，反正也不顺路，不麻烦陆总。哥，我头又疼了，没事吧？你送我去马医生那儿吧。好，你坚持一下，我这就送你去。嗯。安静的只剩下呼吸。哎呦，那些人也真是的，非惯你一个女孩子，你呀，为了解决问题也是够拼的。哎呀，陈阳走的时候让我不让你喝酒的，我怎么跟他交代呀？来，喝杯蜂蜜水。谢谢王阿姨。我的酒量也得练练，以后不能总让陆总一个人喝酒。小陆啊，你快回来吧，不然他喝多了。小陆，王阿姨，啊，你给陆总打电话了吗？你这样，我得让他来接你，我才放心呢。王阿姨，你们家有没有快速解酒的办法？陆总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不知道又要念多久了。你不担心你自己，却怕陆总担心你。让阿姨想想啊，有没有快速解酒的方法？哎，对了，家里有卡拉 OK， 唱唱歌啊，酒气解得快。来。有太多的不确定，太多的顾虑，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分外清醒。哥，这么晚了，他一个人不安全，我不应该把他放在路边，至少应该送到秦勋面前。你坚持一下，很快的。你怎么喝酒了？还是白酒，你不怕魏将军跟你急啊？业务酒没喝多少，我肚子饿了，你给我搞点吃的吧。业务酒，你跟陆曾阳一起去的应酬吧？这家伙怎么当的你男朋友啊？知道你不能喝酒，还不心疼你？我喝酒的时候他不在，我碍事儿，吃点东西就没事。先喝点这个，胃囊好受点。我去给你弄吃的。谢了。
吃吧。古巷改建的材料又出问题了。虽然说服了居民接纳改建是保留古巷原汁原味的古韵，但是他们很担心修复成半新不旧的样子，既没有了历史的味道，又没有他们最渴望的新样子。我就在想，能不能找到民间收藏的老木件？如果有足够多的替代部件的话，会最大化的满足设计需要。项目用的又不是你的方案，你操心那么多干嘛？我可是和居民推杯换盏的保证过，而且，古巷是陆层阳爸爸生活过的地方，他有情节，我希望尽可能的帮上忙。你呀，什么事情都以陆层阳为先。你当我不知道你今天一个人来这儿是干嘛吗？是不是跟陆层阳闹别扭了？所以才给自己找点事儿做，想让自己忙活起来，不让自己胡思乱想。才没有！我还能不知道你心事都写在里面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脸上的心情除了我，没人能解读。你要是被陆层阳伤着了，就眨眨眼，我给你出头。知道你厉害，没有你想的那么夸张。他照应我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伤害我？吃饱就没事儿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不然突然下车，不会是生我气了吧？对不起啊，哥，都怪我。没关系，我去老伙计看一下不然到了没。你回车里等我。好了好了，别找了。我认识一个胡总，专门负责老屋的改旧回收，手上有的是上了年头的老物件，我看过了，品相和包装都特别有味道，应该能帮到你的项目。怎么不早说？之前也没有问我，而且你们公司的项目我插什么手？这帮公司可就是帮我啊！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胡总。不行，你得先吃饱。这不妨碍你打电话呀。你得先跟胡总联系好了，我才能跟陆总请示啊。我说了算，你今天得先吃饱。还没醒酒呢，这也得吃完。多吃点。再给我捶捶背。干什么，老板？继续。秦勋跟不染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你这样贸然进去兴师问罪，反而显得你小气。走吧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不找不染了？他在这儿，我就放心了。怎么了？头还是不舒服吗？已经没有了，哥。白天我在义子和面前说的那些话，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？你放心，我都理解。刚刚马医生说了，你的记忆刚刚恢复，要多加休息，避免头疼发作。不然回家了吗？你记得要跟他解释清楚啊，我怕他误会。你想多了，你是我妹妹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我跟她之间的感情。哥，我害怕义子和又来骚扰我，我能不能去你家住啊？之前你担心我身份未明，搬去你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陆思琪了，那我能不能……明天早上我接送你上下班，早点休息。老许，你帮我看一下不染还在店里吗？不然走了有一会儿，秦勋送他回去的。
好，谢谢老徐啊。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？你可以在我面前骗我，但是你别自欺欺人就行了。家里胃药都有吧？不舒服早点吃。我是药罐子，真能啰嗦。我说没事就没事。每次喝完酒脸色那么惨白，还说自己没事。这么晚了，男朋友也不知道给你打个电话，关心关心你怎么了？是他太忙了，还是他太放心你了？说曹操来电话了，早干嘛去了？都到家了，不接了。这才对嘛！你跟人家冷战，你态度就得硬，别让他觉得你好欺负。我没冷战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赶紧回去吧。那你到家就赶紧睡觉。那个谁要是来敲门哄你，千万别心软。我没那么恋爱脑。对了，老胡的那件事情，抓紧约到公司聊一聊。工作解决了，让我睡个好觉比什么都重要。走了。不然，你要是后悔了，早点说，我一直在等你呢。你干脆再大点声，让陆思阳听到，给他点危机感。快点回去吧，老秦。回来了，干嘛不接我电话？不接电话能有什么理由？不想接呗。你就不担心我会担心你吗？担心？那你的担心也太敷衍了吧？找不到人不出去找，还来阳台上看风景。那你呢？喝醉酒不回家休息，还去找秦徐。我喝了那点酒都不值得你送我回来。我去酒吧坐会儿怎么了？思琪突然头疼，我送她去了趟医院。好了，我们说公事吧。今天我虽然说服了那些居民，但是想要他们真正的心服口服，古巷改造的用料和品质是关键。你是在吃思琪的醋吗？秦勋帮我们联系有老木件存货的胡总。思琪刚刚找回记忆，又被义子和欺负，她现在整个人充满了不安全感。明天把时间空出来见一下吧，也顺便检测一下质量。思琪只是我妹妹，爸爸走了以后，一直都是我在照顾她，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。她在你面前是会表现的小气一点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们能不能不聊工作，聊聊我们？陆岑阳，我们是只有我和你，如果中间出现了第三个人，就不是只有我们两个能沟通得了的。不止3个，还有第4个，秦徐。我和秦勋只是朋友，思琪只是我妹妹。对，就是因为她是你妹妹，所以我就不能有一点情绪，不然我就是不体谅、不识大体了。我们除了公事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去见胡总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不然我有件事情想跟你提前打个招呼。有话你就快点说，别跟挤牙膏似的，一点一点的。我担心义子赫还会骚扰思琪，明天开始我会接送她上下班。这是你的事儿，
你不用跟我说。易子鹤，你有完没完？姓陆的，你还没说你现在到底喜欢不染还是姚乐飞？你说什么呢？原来你还蒙在鼓里啊！姚乐飞看病时，啊不，是陆思琪看病时，你这个男友就跟他态度暧昧不清。我今天来就想搞清楚一件事儿：如果你已经输给了陆思琪，那我就放弃，再也不找思琪。易子鹤，你要是再像一只苍蝇一样赶不走，你信不信我捏着你那些黑料，我会全部公开？不然，你听见了？你的陆总好像更在意陆思琪。我看把你气的，别以为接送思琪我就没有机会了。现在就算奶奶管我，我也不怕，我就是要和你争。我陆思阳，想不到你也有被易子鹤这个二货气急的一天。我请半天假，他脑子不清醒，我送他回去。你是自己下车，还是我通知人来接你上班？用不着，我已经不打算在易华干了。我剩下的精力，要随心所欲地爱一个人。你恶不恶心啊？心甘情愿被你扑的女人多的是，你给我离陆思琪远一点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我亲眼看见陆思琪挽着陆慈阳的胳膊，陆慈阳都没否认，两个人卿卿我我，指不定有什么事儿。你倒好，打压我，给情敌做嫁衣，怎么想的？你少胡说八道！陆慈阳呢，就是为了保护他妹妹。你可长点心吧，陆慈阳可不是什么纯情霸总。你就没听过陆慈阳靠着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上位的事儿？你呀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哎，他是我男朋友，你少黑他。陆思琪说了，他为陆慈阳割过腕。我亲眼看见陆思琪挽着陆慈阳的胳膊，陆慈阳都没否认，两个人卿卿我我，指不定有什么事儿。想什么呢？你去哪儿啊？我看你人没回来，我想去找你。是谁说过，有话要痛快点说？无名醋把牙给吃酸了。我才把牙酸了。我们找个地方，你告诉我哪里做的不对，好不好？终于清静了。最近这几天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还有昨天我不该撇下你不管。对不起啊，你一定很辛苦。易子鹤的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思琪刚刚恢复记忆，我担心易子鹤继续纠缠她，又会刺激到她。情急之下，才配合演戏的。你要保护他，一定要假扮男朋友吗？当时情况所迫，思琪也担心你误会，还让我跟你解释。那割腕是怎么回事？割腕，思琪的确替我受过伤，但那个时候她还小。我知道你和思琪从小青梅竹马，一定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但是我知道的很少。别人说的话，或许是编的，或许是真的，都或多或少会影响我对我们感情的判断。过去的事情
很沉重，我不想你一起承受。不然，现在在你面前的我，是真真实实的。我们不要因为过去的事情和关系影响到我们，好不好？是思琪。思琪，哥，刚去你办公室见你没在。古巷改建的项目很快就要开工了，设计是用了陈曼妮的，后续对接的是不染。我想你不舍得派不染去，想听听老板的意思。设计部派谁跟现场好？我再想想吧，等我确定好人选跟你说。哥，你咳嗽了，不舒服吗？是不染。啊。还是我去吧。不染。我同意你刚才说的话，不要因为过去的经历和关系影响到我们的感情。所以我决定分开一段时间，我们都能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。派我去工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可是要成为最顶尖的空间设计师啊，才不要因为是你女朋友就被特殊照顾。希望我不在你身边的这段时间，你可以好好整理和思琪的关系。快点头同意派我去吧。人这么齐啊！陆总，陆总，多我一个不多吧？大老板来视察来了。项目进展平稳，古巷改建的体量比福利院的体量要大很多。不染第一次跟这么大的工程，表现可圈可点。感谢陆总的肯定。赵磊，给我个筷子。陆总，给。开车来的。稍口前，陆总，您多喝点水。谢谢。陆总，我们要是喝酒的话，这个地方偏僻，不好叫代驾。要不然我们就来比比喝可乐，谁赢了的话，谁负责送不染回员工宿舍。幼稚！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多吃点菜。好。赵磊，把可乐拿给我。那好，陆总。秦雪，这杯我敬你，谢谢你替我做好了不染的后勤。陆总，您就别自作多情了。我今天来，完全是为了不染。之前就听说你带来过咖啡了。这次又带了烧烤，确实是提高了工人的士气。多少钱一次？我多请你几次。我这个人从来不爱提钱，
不过如果不然有要求，我随叫随到。毕竟我跟不然的关系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。这么快就不行了？关系好应该多喝几杯啊。好，我干了，您随意。我陪你。陆总，那就比比谁不上厕所。没问题。愿赌服输，一会儿我送不然回去。我低血糖，多喝点可乐没关系，你别喝到胃胀气了。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让人讨厌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然会喜欢你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思琪的记忆应该是回来了吧？不然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不高兴。你别忘了，她也是你妹妹，不要刺激她。你看她对不染话里藏刀那个样子，显然就是没把自己当你妹妹来看待。你可以护妹妹，但是不能以伤害不染为前提。死谦虚，出什么馊主意？比喝可乐。给我。以后没事别来了啊，这些都带回去吃了，免得浪费。遵命。哥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回公司吧。啊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找不染说两句话。走吧。哎，哥，我看不然好像在气头上，要不过2天再来找他吧。古巷这边不然很负责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好。我怎么感觉这古巷阴森森的？平时施工的时候，你们灯够用吗？要不然，我给你找2节法器驱邪。得了，工地上这么多男人，谁怕谁啊？哎，你是不是替陆岑阳报复我呢？我今天一天可都是在为你出头啊！我谢谢你，多亏了你，我都不知道跟陆慈阳说什么好。带回去吃了，别浪费。赶紧走吧。那我走了。路上小心一点。你无聊的时候给我发消息啊。知道了。注意安全。谁？出来！赶紧出来！看见你了！你别动！我不该你这应该帮我梦见，我男朋友很厉害的，他一个人可以打好几个毛病。你也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。我见你这个死男人！你有病啊！你吓死我了！对不起啊，我刚看你差点踩到我布的陷阱，所以我才把你扛回来的。陷阱？
其实太阳落山之前我就来了，之所以没来找你，是因为怕打草惊蛇。这次就看这个蛇有没有运气逃出我的五指山。你不是不爱看电视剧吗？从哪儿学的布置陷阱？小时候我从福利院长大的，老有大孩子欺负你，总得想点办法教训他们吧。刚才多亏你跟鬼说话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我才有机会安排的。我跟鬼说话，你都听到什么了？我以为你会趁着酒精大骂我一番，结果没想到你自己反省了。我作为你的男朋友，应该我更呵护你才对。之前是我做的不到位。骗鬼的话你听听得了。但我说的话不是骗你的。我越想平衡好你跟思琪的关系，我就越是笨手笨脚，感觉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本来想压制情绪，不去打扰你工作的，但是又怕你会觉得我冷落你，想你了，给你发了那么多语音，你都不回我，我又跟自己生气，想着你在生气呢，我又去刷存在感。总之，你不用这么肉麻。我隔夜气顶多就1天，2天，1个周顶头了，再多气了就容易长斑，犯不着。你今天能来陪我，我已经不生气了。真的？那可惜了，我还有让你开心的绝招没用啊。是什么？你把眼睛闭上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酸甜口的，吃起来有那个糖醋里脊的感觉。你的绝招这么接地气啊！喜欢吗？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你这几天都累瘦了，你多吃点。谢谢你啊，这么贴心。这是我爸长大的巷子。鬼是肯定没有，但是蛇虫鼠蚁还是有的。但你别担心，我陪着你。你要在这儿陪我一起过夜？当然，我得好好表现表现，不然我当男朋友的资格都被你夺回去了。可是我只准备了1个帐篷。我就睡那儿，就一点点地方就够了，绝对不挤你。你还是回去吧，我刚刚那个跟鬼说的。不完全是醉话，你比鬼更让我有压力。什么压力啊？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觉得还没有思琪了解你。但你也给我准备了粥和巧克力，你也在了解我。但是我会莫名其妙的吃醋。你吃醋说明你在乎我，你要是无所谓，我才会更担心。我还是一家人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一家不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阻碍。我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缺点，你还没有发现呢。好了，就凭你想当优秀设计师这份执着，就足够打动我了。更别说你还有那么多优点。我爸爸给我上过最重要的一课，就是人不管遇到多少挫折，都不可以丢弃自己的梦想。我现在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梦想，就是得到你。得到？你这都用了什么词儿？我想不到比这更准确的词儿了。我担心我一犹豫，你又躲得远远的。我已经失去过很多东西了，所以我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，就希望有一天遇到一个真正对的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可以牢牢地抓住他。唯一不变的是你，我和你在一起形影不离。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， 给我勇气的鼓励，变成一切。
有人踩到我的陷阱了。哎呦，我们快过去看看，别让捣鬼的人逃跑了。哎，你慢点，小心粘鼠墙。但是，这什么呀？这我的捉鬼利器。你个笨蛋！别动，别动，我来。这是我的捉鬼利器粘鼠墙，做事能不能不这么毛毛躁躁？你这粘鼠墙能抓到鬼吗？我啊，鬼是没抓到，抓到你这个冒失鬼。那你能抓到我这个冒失鬼，也挺厉害的。好，一会儿我们抓到了捣鬼的人，一起把这个收拾了吧，省得夜行的小动物遭殃。你还担心夜行的小动物啊？来，我收拾完这些粘鼠板啊，估计得很晚了。没事儿，反正有帐篷可以睡。你说的对，有道理。去看看。慢点！又粘上了。昨天配合警察录笔录录到大半夜，你多睡会儿。一会儿工人们就该来了，被他们看到不好。要不要回家？哎，要不这样，顾小姐昨天晚上有没有事？今天天一亮我就起来了，想着早点回来看看。你这么关心他，你晚上怎么不过来？怕鬼啊？你待在里面，我去把他们引开。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？你不怕？你们来的好早啊，担心我啊？顾小姐，昨天晚上没事吧？您没吓着吧？不仅没吓到，我还抓到了装神弄鬼的人。现场就在那边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是吗？走，去看看。走。可以了，他们走了，你出来吧。趁他们没回来之前，你赶紧溜。哎呦，溜什么呀？走，带你去吃个早餐。吃什么？哎，顾小姐，您是怎么抓住他的呀？呀，原来是有陆总的帮忙呀。早啊，各位。早了吗？陆晨杨总昨晚闹鬼的事儿，你不是还要去派出所做个笔录吗？赶紧走吧。不用了，不是说好一起吃早餐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说昨天他们干什么？我等。哎呀，你什么朋友来赠画，非这么早过来让这等？陌生电话来的，不过声音听着很熟，说是这幅画很贵买来的，但家里镇不住，就捐给美术馆了。那是心里有鬼，哪还有画镇不住的？哎呀，管他呢，贵就行了。怎么是你俩呀？是我联系的孟总，这幅画非常邪门，易总您看完就知道了。这是我们昨晚在施工现场抓到的鬼，他自己说收了易子鹤的钱。你少栽赃嫁祸了，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。您听不懂啊？您儿子肯定能听懂。工人都说了，说易子鹤还收买了村长，就不知道这易子鹤出手大不大方。如果报警的话，应该不难查吧？哎，老婆，
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们答应我一件事儿，以后易华有任何针对不染的事情，你们一概反对就行。这样的话，易子鹤还有你们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，我可以不计较。你敢拿子鹤来威胁我？心怡，威胁这2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真违和。我们只不过是反客为主，后发制人。你算老几啊？你孟总，您错了。我要不是看在不染的面子上，您儿子早就有家不能回了。陆晨阳，关键现在我们在易华也不做主，那就发挥2位的特长啊，收买华董的跑腿，让华董的号令出不了易华，就行了。这幅画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期待2位的表现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怎么样，过瘾吧？解恨吧？来。老话说福祸相依，易家人一直在找茬，这次也算是送上大礼包，忙活一晚上，值了。难怪你没有把易子鹤抱出来，原来是为了我考虑。谢了。就口头的一声谢谢啊。早餐都没吃就跑到这儿，饿不饿？午餐吃什么？我请。我想吃阿姨做的糖醋里脊了，正好有你一块儿，不会显得太唐突。背着我你也没少去。我不是为了我们俩吗？怎么，又想讨好我爸妈，想让他们站在你这边为你说话？不错啊，现在能看出我心里的小算盘了，越来越懂我了。出发，去吃阿姨做的糖醋里脊。你们突然回来，也没来得及准备什么，来，快吃快吃。阿姨辛苦了，我想这口真的好久了。陈阳，喜欢吃就多吃点，以后想吃了随时到家里来。嗯，好的，叔叔，我绝对不会客气的。你这一来，我爸妈看你眼神简直比看我还亲。敏德叔跟阿姨对我是寄予厚望，毕竟我得尽快学会怎么样对你好才行。好话都让你说了，你别当这是跑业务啊，嘴巴跟抹了蜜似的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是吧，阿姨？是。哎，村阳啊，小冉呢是被我们给惯坏了，他这张嘴呀最厉害。你呀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怎么会啊，阿姨？我喜欢都来不及。他还说喜欢吃糖醋里脊，你多吃点，光盘。收到。村阳，饭够吃吗？阿姨再给你盛一碗。好呀，阿姨。一勺还是2勺？阿姨，我今天胃口好，我想多吃点。好，不怕撑着。阿姨做的糖醋里脊最下饭。几口饭哪能撑得着啊？一会儿你们吃好了，到前面那茶园逛逛，我去帮你阿姨忙活忙活。好的，叔叔。我哪有那功夫啊？吃完饭还要赶着去工地呢。我们好不容易给工人兄弟制造的八卦话题，就不去了，他们才能说得过瘾了。就知道你是故意的。我从来都不排斥秀恩爱。再说了，正好今天能够一扫闹鬼的阴影，特别奖励你今天休息。吃。好啦，来吧，尝尝我最爱吃的糖醋里脊。够了。你太瘦了，多吃点儿。老板，需要签字的文件已经放在你的办公桌上了，
今天你还会回公司吗？思琪问我今天要不要回公司。你不要以为当老板就把什么活都扔给我们打工人，好吧？收到。我今天不回公司了。今天天气好好，今天这顿饭我吃得好满足啊！我以后能经常来你家蹭饭吗？想得美！你要是常来，这儿哪还有我的容身之处啊？那，你可以住我家。今天早上换成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利用易子鹤收买工人闹鬼的证据，警告叔叔和心怡看好易子鹤，不要让他再缠着姚蜜。你呀你，总替别人着想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，易子鹤针对的人是你，想要吓唬的人也是你。竞标会上是我惹怒了奶奶，他们玩点小把戏，报复一下再正常不过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你放心，思琪讨厌易家人，易子鹤扑腾不出什么水花。就凭易子鹤的少爷脾气，只要我们多留心，很快他就会放弃了。但你要承受的威胁更多，也更直接。我跟敏德叔保证过，会好好守护好你的。我总不能开空头支票吧？接吧，他不会无缘无故找你的。喂，哥，我的头痛症又发作了。我以为我的记忆回来了，我就不会再发作了。你说，我的记忆会不会丢啊？你先别紧张。马医生说过，找回来的记忆没那么容易再丢失。你现在在公司吗？我在福月阁。我饿了，想吃你煮的面了。你别紧张，也别焦虑，我现在马上回来。好。爸，你知道我不是那么任性的人，但是为了品尚。为了哥哥，就算我变成连我自己都讨厌的样子，我也绝对不会让那个易家的女人得逞。思琪的头疼又发作了，我陪你一起回去照顾她吧，总归还是女孩子来的更方便一点。我正好也有事要回福月阁。一起走吧。思琪，哥，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不然去买菜了，我去做饭，我们一起吃完饭去看马医生。你们刚才在一起？对啊，不然也很关心你，听到你头疼就跟我一起回来照顾你了。我不需要他的关心。哥，你忘了爸爸是被谁逼死的吗？我为什么会有头疼症？那不都是易家人害的？爸爸的死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，但他更希望我们一起完成他未尽的理想，而不是守着仇恨过日子。我现在一闭上眼，满脑子都是爸爸躺在血泊里，而你险些被车撞的那一幕。哥，幸亏那次意外我替你挡下了。我虽然是失去了几年记忆，但万幸的是我没有失去你。你让我怎么放得下对易家人的恨？你明明知道，不然跟他爸妈已经脱离了易家。那
那他也是一家人。爸爸的事，跟不染和闵德叔都没有关系。你如果强行迁怒在不染身上，也改变不了我喜欢他的事实。哥，要不是我失忆，你是不是也不会去找不染做情感的替代品了？我知道，因为我失忆成了你的弱点，所以我很拼命地以姚乐飞的身份让自己强大，让我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分担你的压力，让我有足够的了解，知道该怎么去爱你。喂，在哪儿呢？刚去了家附近的超市，有事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问问你怎么突然回家了。姚蜜头疼，我陪陆思妍回来看看。他没找你茬？没有，我还没见到他呢。我是真心想帮忙的。你胡说！他中午还因为你跟陆曾阳在工地过夜的事情来找我了，看上去很生气。过夜？陆曾阳只是在帐篷里休息了一下，这就把他逼急了？看得出来他很喜欢陆曾阳，只要他一天没放下陆曾阳，你现在做什么都是火上浇油。陆曾阳也是对他又宠又义，既有亲情又有友情，唯独没有爱情。这种感觉对陆思琪来说很致命，难保他不会做出什么更过激的事情出来。不然，你现在不能再把他当成成熟的姚蜜来看了，他现在是既不成熟又充满不安全感的陆思琪。不染不是谁的替代品，他是我真心喜欢的人。我是你大哥，会重振陆氏集团，会辅佐你成为像爸爸一样优秀的企业家。思琪，你是我妹妹，永远都是。不管有没有发生爸爸这件事儿，都改变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能爱我？不然没有出现之前，你的世界里只有我呢？为什么他一出现，什么都变了？时间给我们一个教训。你听我说，这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我仅仅只是把你当妹妹。以前你还小，对我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感情，做了一些极端的事情。我以为你长大以后就会明白，你对我只是亲情的依靠，不是爱情。现在看来，是大哥错了，我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制止你，让你越陷越深。思琪，你永远都是我妹妹，你明白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不要说这样的话，我不要。是也给的机遇，只是可惜沦为爱的痕迹。没事。你连我哥家的密码都知道，看来我哥真挺喜欢你的。姚蜜，我是姚乐飞，更是陆思琪。你想跟我哥在一起可以，想要进我陆家的门，就要通过我的考验，你敢吗？什么考验？你要是能把福月阁改造成我小时候住的房子的样子，我就接受你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都忘记小时候的房子长什么样子，而且现在结构也变了。你让不然怎么做？你可以为福利院的孩子设计最好的家园，可以为爸爸出生地的居民建造最理想的居所。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？
如果他可以，那我就答应你刚才说的。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儿，这不就是我的专业吗？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复原，让你心悦诚服地接受我这个嫂子。老房子的照片呢？给我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哥，我不喜欢这些清汤寡水的东西，你去给我买点我爱吃的海鲜回来吧。不管思琪待会儿说什么，你都别放在心上，我会解决的。你又头疼了吗？我妈生病的时候，我为她学了一点按摩，我帮你按一下。用不着你。思琪，我不奢求你一下子就能接受我，毕竟不论我多想摆脱易家刻在我身上的标签，都改变不了我身上流着易家血的事实。但是能不能请你想一想，在你恢复记忆前的姚乐飞为什么会接纳我？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？好朋友？那只是你觉得，我那只是为了接近你，能更容易看清你这个易家人到底想干什么。不然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吧？你不要以为你和我哥在工地上过了夜，你就可以上位了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见多了。陆思琪，你累不累啊？当着你哥的面，你说要接纳我，你哥一走你就阴阳怪气，是挺累。所以我现在就要告诉你，你永远透不过我的考验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离开我哥。大家都清静，我是和陆晨阳在谈恋爱，不是跟你。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你不就是趁着我失忆，趁虚而入，把他从我身边抢走的吗？我不需要抢，也不想抢。你如果喜欢陆晨阳，你就直接跟他说明白，而不是在这儿找我的麻烦。你是在跟我炫耀吗？我没有那个心思。你以为你赢了？那我就要让你看看，在我哥的心里，到底是你这个认识了几个月的女朋友重要，还是我这个相处了20几年的妹妹重要？你怎么还是想不明白啊？就算你把我赶走，他也还会有下一个女朋友，而你在他心里永远只是妹妹。哎，思琪，你已经被易家的这个女人洗脑了，我再也不要听你的了。爸爸死了，我也就没有家了。头又疼了。不用你管，既然你要娶这个易家的女人进门，那我也要答应易子鹤的追求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你放心吧，你妹妹不会和易子鹤在一起的。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放心啊？你妹妹在你面前乖巧懂事，在我这儿就是盛气凌人、尖酸刻薄。她非要找我的麻烦，那我只能借着这个机会跟她说清楚。她现在是个病人，她生的病不能受到刺激，你还跟她吵架？我走的时候交代过你了，不管她说什么，你都别放在心上，我能解决。那显然你没有解决好。